这个女人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，不敢让妈妈看到自己的脸。晚上，金雅接到女儿顺英电话，让她过来一趟。老头子抢过电话，女婿告诉他顺英只是感冒了，他来照顾就可以。老头子说感冒往家里打电话干啥？挂了电话后，女儿继续惨遭毒手。第二天，妈妈按时过来干活，女婿给她打电话，谎称不在家，不敢开门。金雅给女儿打电话，女儿说出去见朋友了，其实是在医院。问妈妈昨天为什么没有来？因为我是捡来的，如果是妹妹的话就会去了吧。金雅说，你不知道你爸的脾气吗？我说过去他就会让我过去吗？金雅婚后5年没有孩子，虽然怀过孕，但是坏婆婆经常对她动手，2次都流产了，所以领养了大女儿顺英。顺英终于忍不住了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家。她过来找到妈妈的好友姻缘阿姨，然后在包里掏出家里拿出来的首饰，想找姻缘阿姨拿2000万。姻缘让她把账号写在纸上，钟南过来说拿我的钱把那些都装起来。顺英说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舒服些。几天后，姻缘来到医院见顺英，医生告诉她骨头都有裂痕了，已经不止1次被打了。顺英告诉姻缘阿姨自己要去自由的漂亮国。姻缘问她为什么不跟妈妈说，有心结吗？顺英说没有，跟爸爸倒是有些心结。姻缘打算告诉金雅实情，拿出自己在医院拍的照片给她看。金雅看着那一张张的照片哭了出来。而此时的老头正在跟最喜欢的女婿逛街，因为女婿又要给他买衣服了。姻缘带着金雅来，远远的看着顺英。金雅说顺英刚结婚的时候明明说过她的丈夫性格有点暴躁，她害怕。金雅也感叹地说，喝醉之后的确是那样，但男人都是那德行，能算什么大事？也没有把顺英的话放在心上。之后顺英也就再也没说过，没想过会这样。晚上丈夫喝多了，带着女婿新买的衣服回到家，就冲着金雅大发脾气。金雅告诉他顺英要离婚了。还说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真是吃饱了撑的饭病。听他说的这些屁话，金雅给了他一巴掌，把那些照片甩给丈夫，然后把女婿买的衣服撕碎，回到屋里痛哭不止。丈夫看着大女儿的一张张照片呆住了。第二天，金雅来到顺英自己租的小屋子，顺英告诉妈妈自己对她真的没有芥蒂。小时候金雅什么事从来都是先想着妹妹们，从而忘了这个捡来的大女儿。金雅告诉顺英，小时候对他们确实差别对待了，只养她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不到，自从自己生了孩子后，总觉得亲孩子更可爱，但那些都是年轻不懂事的时候。너 나이 들어서 서로 마주보고 앉았으면 그게 더 불쌍한 인생이지. 애미한테 서운하게 있으면 말을 해야지. 顺英告诉妈妈，结婚的那天，你笑着对朋友们说都结束了，好舒心。金雅问她是因为这句话难受了吗？顺英告诉她没有，因为知道妈妈这一生是怎么过，不能生孩子领养了自己，又因为生不了儿子被婆家折磨，这些她都看在眼里，她都知道。那个时候她就下定决心，不能让妈妈再继续辛苦。可怜的顺英对妈妈说，以前的生活都太吵了，现在只想安静的就安静的生活。第二天，老头来到女婿工作的地方，推门进去，然后火力全开，上来一个大耳刮子。老人把照片扔到他面前，女婿控制住老人，拍了下自己的伤。原来小时候顺英哭着找爸爸，告诉他老板的儿子摸了他，还把手放进了衣服里。他没有先安慰女儿，而是冲他发脾气，谁让你穿裙子的？女儿也十分委屈。想到那一幕，老头沉默了。女婿告诉他，这些照片不能证明我打了你女儿顺英，他初中就开始自我伤害，到时候咬定是他自残就行了。老头慢慢坐起来，拍下自己受的伤，捡起女儿的照片，来到女婿的车前，一锤子下去开始砸车。老人被警车带走时拿出手机，原来他录了音。女婿给顺英打电话，想救出父亲的话，代价是净身出户。第二天，顺英接触了爸爸，互相很少联系的妹妹们，这时想起了她们是姐妹。老头一句话都没说，就这样告别了女儿。年轻时顺英被欺负后，不惜被辞退去教训了老板的儿子。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女儿呢？因为他跟那时代的男人一样，还没有学会对自己的孩子道歉。老头请曾经是大牌律师的朋友成才帮忙，成才把老头的录音给女婿听，让老头冷静一下。对方说5000万，老头说2亿。成才让老头安静，然后掏出调查到的对方财产明细，告诉他我是李成才，网上能搜到，总长也是我的朋友，如果你想继续做教授，拿出5亿赔偿。听到这个数字，老头不淡定了。成才告诉他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会动用所有关系让你身败名裂。他们离开后，女婿在网上查到了李成才的大名。老头问成才，我女儿被打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成才劝他不要鱼死网破，到时候他再找到顺英该有多痛苦。成才捡起地上的一个钉子，让老头用这个宣泄，然后指了指女婿的新车，告诉他附近没监控。老头过去左一圈右一圈画了起来，看到女婿看着自己的车，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两个老头开心的像个孩子。回家路上，他给女儿打电话，
想告诉她接下来好好生活，可是并没有打通。顺英和妈妈还有姐妹们打算最后再好好相聚一次，他们开心地唱着歌。晚上，金雅送别女儿。金雅来到喜慈的家里，想到可怜的女儿抱着喜慈痛哭，